台湾无人艇大乱斗将于6月展开正式较量。2025年2月，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出邀请函，邀请具有科研攻击性无人艇的军工企业参加6月份在苏澳外海举行的性能测试。言外之意就是让大家将无人艇都拉出来溜溜，看谁的性能更强。最强的选手虽然没什么冠军奖杯，但可以赢得台湾未来近1000艘无人艇的采购案。台湾海军及陆军均对无人艇有兴趣。问题来了，乱斗的结果会是如何？台湾未来会采购多少艘无人艇？中山科学研究院之所以广发邀请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快骑项目。这点在魔鬼鱼无人艇中我们聊过一点，但不够详细。乌俄战场之上，乌克兰海军的实力虽然较弱，但还是凭借无人艇打残黑海舰队，将其赶出黑海。台湾大受启发，在2023年就启动出台快骑项目，研制自杀式无人艇，任务交给了中山科学研究院。不过，快骑项目并非研发新型无人艇，而是将勇武无人靶船升级为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艇。就项目要求来看，升级目标主要有5个。第一，重新设计船体，采用低船体与流线型的船体设计。根据俄乌战场的经验来看，无人艇最重要的就是隐身与速度。勇武号明显不符要求，对其进行改进也很正常。低船体对应隐身，流线型的船体可以减少前进阻力，用于追求高速。第二，控制距离超过70公里。当前的勇武号仅仅是在演习过程中充当靶子，最大遥控距离不超过70公里。想要用于实战，必须扩大作战距离。第三，升级导控系统。除了勇武号原本就有的远程遥控、航线规划、实时视频等功能外，还要具备抗干扰能力与跳频导控功能。与演习时不同，实际作战时，勇武号需要面对更复杂的电子环境。如果抗干扰能力太弱，在相关区域内遭到电子干扰，就会被对手缴获。跳频导控功能则是遭遇干扰后立刻切换模式，比如奋进、魔鬼鱼无人艇，在受到干扰后会立刻切换导航模式。如果发现所有的通信系统都发生故障，导致信号中断或被干扰，无人艇就会自主返回基地。快骑艇大概也具备这种功能。第四，具备 AI 作战能力，能够通过无人机等中继方式来锁定目标，特别是在终端导引阶段，无人艇、无人机联动属于无人作战的标配，这点就不再多说。第五，需要根据攻击目标大小设计2款不同重要量的自杀式无人艇。翻译一下就是模块化设计，除了携带不同装药之外，也可以携带其他载荷，比如雷达、武器、声纳等模块，负责近岸防卫、攻击、侦察、反潜等任务。按照要求，快骑项目推出的快骑无人艇要在2025年年底前完成作战测评，2026年进行初期量产。就进度来看，这点完全可以做到。在2025年2月份，中山科学研究院就邀请各大军工企业参加6月份的无人艇性能测试，与快骑项目同台竞争。有消息人士称，目前已经有6家军工企业参加这次测试，其他的企业则在洽谈中。就台湾本地军工企业来说，台船、中信、龙德等造船厂打造的无人艇已经陆续亮相。台船的奋进魔鬼鱼前不久已经下水，中信造船厂的无人艇2024年就已经亮相，航程555公里，可以执行扫雷、布雷等任务，甚至发动自杀式袭击。在缺乏 GPS 和通信的情况下，也可以依靠自带的算法返航。是否已经下水还不确定，不过台船之前表示不会参加6月份的大乱斗。而那些非本地的船厂想要参加6月份的无人艇性能测试，就必须附上装备系统输出许可证明。因此，最终能有多少厂商参与还不太确定。但即使没有性能测试，至少还有地面展示。此外，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快骑艇也有了新进展。中山科学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在苏澳外海的测试公告，其管制范围自海岸向外延伸成一个长方形的海平面，高度起算仅标示海平面高度，没有像导弹、火炮射击测试时那样标注最大弹道高度。并且根据现有的信息来看，这次测试是快骑无人艇与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海湖1号一同行动，搭配陆上导控站以及舰上圆球电子装置，估计这是在进行电子战测试，比如通信、光电或是电子战。电磁波干扰形式的测试，其中部分测试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干扰，并不适合在地面上进行，只能在特定海域实施。
而且从中山科学研究院查询海湖1号，大家就会发现，该船属于一种测试无人遥控的靶船，可以模拟各种海上目标的射频信号、干扰讯号，也可配合无人水上载具项目，扩充雷达、武器、声纳等模块。这次做什么，一目了然。除了快骑项目，台湾猎豹轮式战车也有了新消息。有消息称，105毫米炮的性能太弱，猎豹要采用120毫米炮，但是被台湾陆军否认。那么真实情况如何？105毫米与120毫米哪个更好用？从2019年起，台湾就斥巨资进行猎豹项目，将原豹战车与 M68A2 整合到一起，成为新一代轮式战车。在推出第一、第二样车之后，大致工作已经完成，开始调整细节方面，比如车高、内部空间等，预计在2025年就能完成第三样车研改工作。不过最近有消息称，台湾军方评估105毫米火力已经无法满足作战需求，如果无法提升火力，后续采购可能持保留态度。不过台湾陆军已经反驳了这件事，表示因火力不足而否认猎豹项目的传闻与事实不符。目前军备局正在根据陆军需求对第三样车进行研改，将按照任务节点完成作战测评。那么对于台湾来说，105毫米与120毫米哪个更好用？单论威力而言，肯定是120毫米炮更强，这点毋庸置疑。就比如意大利从2018年量产的半人马2型装甲车，用的就是120毫米滑膛炮，其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000米，也没有牺牲防护力与机动性。其炮塔复合装甲可抵挡40毫米武器的正面射击，最高时速达到了105公里，唯一的代价就是更贵。而军备局在2024年就已经测试猎豹第二样车，结果显示该车型可以在2000米的距离上贯穿500毫米的钢板，具备猎歼能力，这也是其最大有效射程了。再远一点，杀伤力就会大幅下滑。不过对于猎豹战车来说，120毫米炮的威力有些冗余。猎豹战车的观测系统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能在2000米的距离上识别敌方车辆，1200米外辨识人员。如果换成射程4000米的120毫米炮，也就意味着整套系统都要进行更换。其次，在台湾现役的战车中，除了刚到的 M1A2T， 并没有120毫米滑膛炮，反而是清一色的105毫米线膛炮。如果强行更换滑膛炮、炮弹、后勤维护，又是一大笔钱。从预算方面考虑，猎豹换成120毫米需要花的钱更多。在 M60A3 升级版那期视频里，我们也聊了105毫米炮的弹药体积更小，反而有额外的优势，可以装备更多的炮弹，加上那些新研制的弹药，也能对付那些轻型坦克与轮式火炮。而且就目前国际上的轮式装甲车来看，主流依旧是105毫米炮，日本的16式、美国的史崔克都是如此，也就一个半人马2型不讲武德，采用口径更大的120毫米炮。就火力军来说，猎豹采用105毫米没有任何问题，那些传闻也只是传闻而已。美国低层防空反导系统获批量产，爱国者雷达迎来接班人。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美国陆军已经正式批准雷神新一代的低层防空反导系统，目前已经进入低速率初始生产阶段，未来将替换老化的爱国者雷达。该项目是美国陆军未来司令部在组建之后主导的首批重点武器研发项目之一，目标就是研发一种多功能雷达系统，替换爱国者系统现有的 MPQ-65A， 并对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中的低层传感器组件进行现代化升级。按照美国陆军的说法，新雷达可以发挥爱国者3增程版导弹的全部性能，该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爱国者雷达的探测范围。美陆军在2023年12月就部署了具备4个传感器的低层防空反导系统营，并且计划为其集成后端阵列，使该系统具备360度的跟踪能力。就性能来看，其战力相当于爱国者雷达的2倍。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其将与诺格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联手，打造更坚实的防空网。在开发过程中，雷神在2019年就已经承接原型制造任务，原定5年交付，在2024年就要看到原型雷达。不过为了确保系统成熟，美国陆军额外延长了1年时间。在这1年里，低层防空雷达进行了大约1万小时的实验，包括8次10大拦截以及各种恶劣环境下的测试，甚至由士兵模拟实战操作，测试其可靠性，并且在测试期间已经成功整合 IBCS 与爱国者2、爱国者3增程型导弹。目前首批低速率阶段，雷神大约会生产10套雷达，全计划预计采购94套。
美军计划将2套测试原型雷达部署至关岛，以强化当地防空力量。有意思的是，虽然低层防空雷达刚进入量产，就已经有外销了。波兰提前订购了12套，成为首位海外客户。不过就交付时间来看，波兰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建造一套低层防空雷达需要40个月。虽然美国陆军正与雷神优化供应链，但也仅能缩短至36个月。预计低速率生产将持续2年半，在2026财年第4季进行初期作战测试评估，大约在2028年才能进入全速率生产。至于成本，新武器的确稍微贵一点。目前低层防空雷达的初始单价大约为1.25亿美元至1.3亿美元。相比之下，爱国者雷达的价格在1.1亿至1.15亿美元。在美国陆军这边，1-2千万美元的差距完全可以忽略。而且等到低层防空雷达的生产数量进一步增多，单价还会进一步下降。除了低层防空雷达之外，美国陆军原本还有一个低层未来拦截弹项目，不过在2024年10月，陆军就因成本太贵的问题放弃了该项目，转向使用现有技术，研究成本更低的爱国者3增程版。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影响低层防空雷达的性能。实际作战时，该雷达可以结合 IBCS 充当整个防空反导体系的眼睛。IBCS 系统大家应该不陌生，诺格公司开发，通过提供开放式架构指挥控制与网络环境，将各种防空系统的传感器、拦截弹连接在一起，相当于一个中转站，将战区的防空系统拉到一起，再重新分配任务。而低层防空雷达可以实时获取战场上空的目标信息，并将这些内容传输给指挥系统，指挥系统则根据情报指挥各种防空武器对目标进行拦截。在面对敌方多批次、多类型目标的攻击时，可以更加游刃有余。通过这种方式，美军弥补了现役防空系统的缺陷，也避免了对单一系统进行升级，算是省了一大笔研发资金。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6月份的无人艇大乱斗胜者会是谁？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